你知道吗？但凡是具有自我疗愈功能的人，你都已经达到了链接高我的状态，也可以说开悟觉醒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特征。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？一个人如果说在童年的时候造成了非常之大的心理阴影，有可能就会影响他一辈子。有很多人在小时候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可能这个阴影影响他一生，他可能都不快乐、不幸福，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。而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说的是，但凡是之前受过心理阴影的，或者说受过原生家庭伤害的，告诉大家，你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态度。如果说一个人30岁之前你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没有问题，但是30岁之后，如果说你还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，那就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了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了。这就是人和人最大的不同，这就是能力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与众不同，这就是非凡高超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讲？送给大家2个词。第一个词，心由境转。这个世界上有90%的人都是被环境所培养的人，而只有那少数的10%是改变环境的人。大家想想是这样吗？这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所以说90%的人都是被环境给培养，而并非是你培养的环境，你改变了环境，这就是差别。你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这就是你受环境影响，改变你的人格，改变你价值观，改变你的信仰和信念。但是如果说你有非常之强的自我疗愈功能，自我化解能力，那么这个事情都变了，变成了境由心转。那境由心转是什么？改变自己的内心，你就改变了整个世界。具有这种高超能力的人就是高人、智者、觉者，这就是连接高我、开悟觉醒的体现。那么让人趋之若鹜的高我究竟是什么呢？从意识层面来说，高我就像是我们内在的幕后最高领导，是那个智慧的存在，可以称之为本自具足的神性、佛性。从能量层面来说，高我是高维信息能量，是意识体，从高层视野俯瞰我们，给我们指引。对于充满无限可能的无限存有，高我来说，它不受3维世界的现实环境，不受任何概念、定义、评价所束缚，就算是累生累世的业力，也不会干扰缠绕到它。道家的元神跟这个西方的高我，如果是真的高我，那就是一回事儿，其实就是你潜意识的源头，它是相对于你食神、相对于你小我的一个源头。在道家被叫做元神，在灵修叫做高我。接下来我讲的你能听得懂，那么你已经链接了高维能量。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找到自己的元神，找到那个真我。道德经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一个人对自己认知的深度，决定了他对世界认知的高度。人一旦把自己彻底搞懂了，就把世界彻底看懂了。你之所以搞不懂世界，是因为你还没搞懂自己。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寻找自己的路，那怎么才能找到自己呢？
每个人都有3个身份组成：本我、自我、高我。本我是人的动物属性，遵循快乐原则，受本能驱使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不考虑任何后果。自我是人的社会属性，遵循现实原则，受利益驱使，追求财富、权力、地位、名声。高我是人的精神属性，遵循道德原则，受理想驱使，追求精神认同感、爱情、灵魂。本我在低维，它时刻在起心动念，包括很多野蛮原始的冲动。自我在现实，它时刻在权衡利弊，盘算着周围的人和资源。高我在高维，它时刻在头顶审视着你。高我也是你的元神，它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。一旦你找到了它，并利用了它的力量，那么做人做事就有如神助，可以顺风顺水。本我管理着欲望之魔，自我管理着情绪之魔和偏见之魔，高我管理着你的每个念头的对错。这3大魔鬼经常发作，谁的力量大就会胜利，剩下的2大魔就会被吞噬。绝大部分人都被困在了欲望、情绪和偏见里，成为了本我、自我的奴隶。其实这世界上真正阻碍你的不是能力、时间、方法、步骤，而是傲慢、偏见、情绪化、狭隘和无知。是这些心魔捆住了你，唯有高我，也就是你的元神，才能真正的拯救你。你如果在每个当下都在关注着你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贪嗔痴慢疑，放下本我、自我的欲望，不好的念头斩断，好的念头去想、去做、去行，善护念，不考虑自己的得失，考虑怎么去利他，让高我主宰你的行动，那么你将会回归高我，天人合一，心生大爱，走向高维境界。当我们被小我投射出的恐惧所阻碍的情况下，只要和高我连接上，那么小我将会瞬间被瓦解。这就是降维打击，高维解决低维问题，轻而易举。讲一个链接高维智慧、实现降维打击的方法。这条内容很干，一定要听仔细了。第一步，提升认知，认清这个宇宙的运行法则。如果你没有基础，去学习。第二步，回收能量，提升频率。许神可以每天抽出时间静心闭目养神，或者是放空大脑，持续练习，每天不间断。第三步，以第三视角观一切，包括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提起觉知，时刻提醒自己从以前的视角跳出来，练习内观。这三步可以同时进行，如果你能坚持住，很快你就会体验到你既是你又不是你的妙。到这一步，你就成功地链接上了高维，就能随时跳出三维世界的程序，在生活和工作中游刃有余。最后还要记住，链接高维是道的妙用，降维打击是术的运用，以道驭术才不会偏。看到这里，
你是不是也想建立与高我的链接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如何链接高我，运用宇宙能量同频共振，达到心想事成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心想事成的核心原理和运行机制。学会了这个，你可以在这个物化世界中玩得风生水起。我们每个人都有3种意识：灵魂即高我意识、生物意识和人性意识。在我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经有生物意识了，在出生时有了高我意识，这2种意识融合后产生了人性意识。人性意识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脑意识。我们从小的各种知识记忆形成的惯性思维大多都聚集在人性意识中。刚出生时我们是一张白纸，第一次接触的认知大多会根深蒂固，就像在这一张白纸上画一条黑线，影响深远。这就是启蒙教育，也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。老话说的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阐述的就是这种状态。你小时候被灌输什么思想，长大后大概率就会成为这种思想的传承者。你父母总跟你说钱很难赚，或者指责你笨得很，你大概率不会成为有钱人，也不会有大作为。因为我们接受了这种认知，并且在各种行为中不断去强化这种认知，形成了你的世界观，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这也是你的世界是由你的念所化。最好的阐述，人性意识的力量是很薄弱的，因为这种意识大多来自于外界的刺激。你脑中的想要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只是被外界裹挟后产生一种想得到的想法。比如你想赚1000万，但你内心深处知道你并不想得到这1000万，只是看着别人有，你也想有，无法在物化世界中显化，那也正常，因为你的念力不够真，所以拉扯，所以没有强念力。这时候就需要链接高我，获得强念力。强念力产生强能波，就能一心显化，获得真正想要的体验。链接高我的方法，第一个就得放下头脑认知，从高我中获得的强能量场。强念力，物化世界是由念振动能量，产生能量波动而显化的。人性意识的念能有多强呢？充斥着怀疑、担忧、不自信，弱得很。高我意识的念有多强呢？它可能超乎你的常识和想象，一念化3000大世界。当你了解了意识的强大作用，就可以凭空用你的意识改变自我，改变人生。你想成为怎样的人，就可以成为怎样的人。那么怎么链接上呢？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和高我链接着，可惜都是弱连接。弱的原因就是你的头脑太强大，也就是你的人性意识太强大，它蒙蔽了高我意识。比如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，明明心里感到不安，这就是高我给出提醒要远离这个人，而你的头脑还是一意孤行，最终受到伤害才明白怎么回事。我们想获得爱，出现了一个爱的人，但头脑太强大，固有认知太顽固了，总感觉自己不配得到。出现的爱人是意识显化，
你不求它肯定不会出现。不配得到是头脑的认知，这个不配得到的认知大多是小时候的观念植入，比如父母不够爱我们，或者没得到过爱，又没人点拨，不知道怎么改变这种状态，通常会以我不够好，所以我不配得来自我安慰并合理解释。这种不配的感会通过你的行为表现出来，你会发现就算再甜蜜的感情，最终都会以一地鸡毛收场。最爱自己的没有别人，就是自己。能伤自己的没有别人，只有自己。这里的自己指的就是自己的头脑认知，所以放下头脑认知，你关注外界时处于和高我弱连接的状态，所以静下来放松就行了。越松弛就越感知不到小我，就离高我越近。第二步，找到你真正想要的。这里的想要指的是发自内心，不是被外界植入的念。你的要分得清楚，高我的意识会给你指引，关注内在你，就会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。这时宇宙能量和你的念同频共振，一定要坚信，不能存疑，因为强信念力的组成是真切的相信和高能场这两点共同组成。所有的质疑来自于头脑的认知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之后就可以感知外界的变化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心想事成原来这么简单，一切水到渠成。我们的高我对我们的存在有深刻的影响，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认知，很多人可能没有直观体验过，所以难以置信。有时我们的高我会试图与我们联系，但我们太沉浸于忙碌的事情之中，时常忽略了这些信号。其实我们内心是渴望高我的指引，渴望高我的启示，带我们逃出纯粹的物理感官，身体、灵魂、情感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联系，定义了我们人类的体验。这三个维度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，以微妙的方式互相影响着。我们可以选择忽视这个事实，但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内在，塑造了我们的现实。高我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潜意识，它是我们内在的智慧，是一种高频共振下才能聆听到的内在声音，也是一种超意识。高我是最好的我的最高可能性。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高我联系自己的迹象。第一个迹象，经常看到重复的数字。你有没有经常看到一些重复的数字呢？例如天使数字1111、222或444之类的。高我或指导灵会使用数字与人沟通，根据数字命理学重复的数字，其实蕴含着重要的讯息。例如1111代表着直觉、洞察跟启蒙，它也代表了我们的灵性觉醒道路即将或已经开启。当我们看到111的时候，尝试打开我们的心扉，接受光与爱，保持同理心跟感恩。又例如444，象征着诚实与智慧。如果看到444，那是高我或指导灵正给予正向的鼓励，让你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，应用自己的劳力与脑力去追逐目标，
若以支配或投机取巧的心态来达标，高我或指导灵有可能将不会再给予我们有用的讯息跟提示。第二个迹象，乐意跟自己相处，你不再质疑自己，包括自己的名字、身体特征、家庭情况，总之就是一种身心的和谐与安适，并且你会欣赏自己的感受，不给自己贴标签，化解别，你的自身跟情绪以及环境都很融洽。当我们不能再接受自我质疑，开始用正向的思维覆盖负面情绪的时候，很大可能是高我在帮助我们走出自怨自艾的困境。在自我对话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，你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。有些人喜欢用写字的方式与自我对话，写出自己的心声以后，再缓一缓，看一看书写出来的心声，接着给予自己回馈。回馈的内容可能就是高我给我们的讯息。第三个迹象，渐渐不与道不同的人接触。高我与我们接触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增加灵魂的振动频率，更加着重对于自身有意义的社交，摒除一些对我们灵性成长帮助较少的社交。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社交圈的改变吧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渐渐跟一些初中曾经很友好的同学聊不上天，出来吃饭多半都是我在说话，有点尴尬呀。我们不再跟过去的好友接触，其一的原因是每个人对当下的生活有了不同的领悟，要走的道路就分岔了，我们之间的灵魂可能再也不能共鸣，但我们能够默默祝福彼此继续往下走，与其他的灵魂去建立能够与自身共鸣的社交关系。第四个迹象，你的身心具备更多的光，是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哦。如果连上了高我，你会心境纯净明亮，你可以接纳从前不乐意接纳的事情，有一种饱满的精神，积极的心态，活跃的思维和灵感，你会变得十分活跃，你会以一种感恩的心情面对世界，你会发现你的身边突然有了更多的积极正面的人和事，而那些人正是你所需要的，那些事都是你乐于从事的。师父称为灵魂伙伴和阳光事业。第五个迹象，你会接收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很多事情的进展和效果是那么的符合你的初衷，你还会亲身体悟天道恒与善人的美妙，似乎他在以别人的一句话无意间的回眸一瞥，亦或是你在看的电影、浏览的网页，甚至是梦境，来向你传递某种信息。以前我们常说色其闷，闭其门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错其锐而解其分，是拔出你体内的天线，接受天道能量。其实说的是一回事。第六种迹象，你有了强烈的使命感。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的概率微乎其微，既然来了，你总得做点什么，但是就是赡养双亲，结婚生子，然后日复一日地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，这样的简单重复吗？不是，而是不安于旧有模式，
不断创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。道可道非恒道，凡是可道的便是僵化的，千万不要把生活固化。第7种迹象，你发现自己很强大。人体本来就是一家精密仪器，十分灵光，不灵光是因为它生锈了。当你涤除悬件，清理掉那些妨碍灵光的尘垢后，你会有含得之后者的感觉，极精之至和知至的感觉。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原来可以那么的柔软，那么的强壮。你的意念被赋予一种强大的治愈力，你会自愈许多疾患。你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不是不快。通过高我们会了解自己真正的力量。很多人都低估了人类灵性的力量。我们的念力其实是能强到承受很多东西的。当我们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利用自身的努力跟念力是能促进达成目标的。高我会指引我们理解自己的潜力，忘记过去觉得自己很渺小、很无能这类受到限制的念头。我们将不畏惧这个世界，表现出真实的自我。第8种迹象，你会接纳不同的意见和眼神。你不知道会在哪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变了，曾经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的眼神和意见，现在看来如同天上的云、地上的水和山涧的溪流，毫无好恶地接纳他们。那种似乎不同的意见和眼神构成了这个斑斓的世界，你感念这个世界。第9种迹象，你不再崇拜外物，包括你曾经的偶像。你剥离掉了一切伪装和虚荣心，那些曾经的偶像不过是一个你自造的人设，而你已经突破了这种人设，以光明心引导着自己逍遥于至妙至美之境。第10个迹象，生活显现出你曾经预想的样子。高我很了解我们，他也很明白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跟梦想。当我们除却以往受限制的念头，高我会更主动地推动我们朝向我们期待的样子。有些人会说这是一种奇迹，如果你的生活中也正在发生这样的奇迹，你想要的真的在一段时间之后顺利达成，我相信这意味着你的灵性正在稳定的成长，并且你的高我也一直在协助你。如果你可以与内在高我连接，或者受到内在指引的生活，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将会变得全然不同哦，你的人生也会全然不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高我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，留下一句链接高我，去连接它，共享势能，愿你心想事成，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祝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